魏无羡穿着一件黑色衬衣，袖口随意的挽起，精心熨烫过后的裤缝笔直，显得一双长腿更长了。此时他正拿着一个酒杯，游刃有余地穿梭在人群里，一面用风趣的语言为客人解读艺术作品，一面结识这些以后大概率会成为重要客户的人。他长期待在国外，在艺术鉴赏方面颇有天赋，加上优越的外形和亲和力十足的笑容，导致除了有购买力的客户，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也凑了进来看热闹。阿英人气不错。趁魏无羡去倒酒的空档，魏长则走了过去。还好还好，我可递出了不少邀请函。魏无羡抬眼看着店内，却没有寻觅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金家、聂家、江家和温家都有人来，就是没看到兰家的人。那张给前夫的邀请函，可是他亲自邮寄出去的。真不给面子。待客人和聘用的服务生离开，到最后魏无羡也没看到蓝忘机出现，估计还是想避嫌吧。魏无羡也能理解，虽然前夫好看，但前夫似乎不愿意陪他浪费时间。店里只开一盏落地灯，魏无羡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坐在沙发上随意滑动着手机屏幕，看着今天新加的好友列表。未验证的好友还有一堆，今天太累他都懒得一一去通过。叮叮叮，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口忽然传来清脆的铃声。抱歉，今晚打烊了。魏无羡拖着声音，边说边回过头，竟冷不防对上那双淡色的眸子。说前夫道。我来晚了。蓝忘机的声音冷冷淡淡，不带一丝情绪。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就不用来了。魏无羡心里本想这样说，开口却是，那欢迎光临。魏无羡带着蓝忘机把画廊逛了一遍，今晚他喝了不少，靠在一旁说话懒洋洋的。蓝忘机却站得笔直，听得无比认真。怎么样？有心仪的作品吗？魏无羡见蓝忘机专注的模样，忍不住笑着问。蓝忘机淡淡看向魏无羡，低声回答，有。你也太惜字如金了，哈哈。魏无羡心想，老爸说的果然没错，这人个性跟自己果然相差10万8千里，但怎么这么好玩呢？喜欢哪个？我送你。魏无羡笑够了，大方地说。蓝忘机目光一直落在魏无羡身上，没有直接回答，择日再来取。那加个微信，随时联系。魏无羡熟练地点开2维码，蓝忘机默默扫码，加好友。魏无羡无视一堆好友申请，先通过了蓝忘机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蓝忘机说。你不告诉我是哪幅，小心被其他客人买走哦。魏无羡把人送到门口，看到蓝忘机走向一辆一些眼熟的车子。不会。蓝忘机十分笃定。这么自信。魏无羡关好门，前夫出现的惊喜瞬间被他的好奇心给冲淡。他回到店里仔细审视墙上的作品，审美能力一向敏锐的他此刻有些茫然。是哪幅呢？蓝湛到底看上哪幅了？忙过开业那波热潮，魏无羡节奏终于慢了下来，因为除了店里的藏品，其他作品不是被卖掉就是被人预定了。每次客人要买，魏无羡都会拍照问蓝忘机是不是他看上的作品，可得到的都是否定回答。久而久之，魏无羡几乎认为蓝忘机看上的是店里的非卖品。虽然他跟国内画家没什么合作，但也不反对偶尔承接搞画展，还会登上艺术杂志。空闲时，他也会受邀去别人家鉴定收藏品，帮忙估价。特别是江家和聂家的少爷，跟魏无羡很玩得来，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，经常不是来画廊喝酒聊天，就是邀请魏无羡一起出去玩。这天晚上，魏无羡刚刚关门就被江澄和聂怀桑拉出去吃饭。魏无羡以为又是去喝酒、唱歌之类的，可一进餐厅才发现是一家高雅安静的高档餐厅，顾客大多是2人一组，餐桌之间距离拉得很开。今天这是吹什么风？跟谁约会？魏无羡问。3个男人进这种餐厅，氛围有点不搭，不过还是硬让服务生加了把椅子。在那边呢？聂怀桑看了看不远处一张餐桌。魏无羡循着聂怀桑的目光看去，是江燕离和金子轩。开业那天2人都来过画廊。他们俩是在谈恋爱吗？魏无羡好奇道。是相亲。聂怀桑凑到魏无羡耳边小声说，2家家长安排的。
哦，魏无羡看到江澄咬牙切齿的模样，有些不解，你干嘛这么紧张？金家实力很强啊。江澄端起水杯咕咚咕咚喝了大半杯，狠狠出了一口气，才说他们其实打小就有婚约的，只是金子轩那小子不愿意，还想直接退婚，被他妈劝着来相亲先看看。魏无羡一听忍不住想到了蓝忘机，对方可是干干脆脆履行了婚约的，他那时有没有想过要跟自己相亲一下呢？不过当时魏无羡躲在国外不回来，似乎也没给人这个机会。正想着，魏无羡无意中往旁边一瞥，竟看到蓝忘机坐在不远处一张餐桌旁，正独自一人用餐。这边3个人，那边1个人，应该过去中和一下。魏无羡说着便起身。你疯了？谁没事会主动跑去跟蓝忘机吃饭？聂怀桑小声提醒。你不帮我盯金子轩了？江澄皱着眉头，我姐重要还是那个冰山重要？什么冰山？魏无羡感觉受到冒犯，那可是我前夫。江澄，聂怀桑。下午的时候，蓝忘机接到蓝曦臣电话，说晚上一起吃个饭，还把餐厅定位发了过来。可是等蓝忘机下班来到餐厅后，蓝曦臣又表示有急事可能要爽约。餐已经订好，蓝家家大业大，但2兄弟打小就是受到的教育都要求是勤俭节约。蓝忘机身边也没有什么需要约饭的朋友，于是才独自一人出现在餐厅。好在这个餐厅很安静，蓝忘机也不反感多坐一会儿。前菜刚刚上完，一个身影就熟练地拉开椅子坐到他的面前，抬眼一看，好巧不巧正是魏婴。好久不见了，蓝湛魏无羡自来熟的让服务生给他加餐具，最近怎么没来画廊？不娶你的话了，最近比较忙。蓝忘机放下刀叉，餐厅灯光偏暗，显得他的眼神也柔和许多。你一个人？3个。魏无羡用目光示意不远处的聂江2人，他们似乎忘了来这个餐厅的真正用意，正用惊讶的眼神看着这边。我们是来围观人家相亲的，江燕离和金子轩的事你知道的吧？略有耳闻。蓝忘机低声回答。有一次在金家的宴会上，金子轩因为不肯和江燕离一起和客人打招呼，闹得场面很难看。不过这些家长还真喜欢给子女订婚约呢。魏无羡也联想到2人的经历，故意说自由恋爱不好吗？非要把子女一辈子的幸福跟家族利益挂钩。蓝忘机微微点头。蓝湛，你当时一个人在国内面对这些也不好过吧？魏无羡抱歉地说。还好，对他来说只是办个手续而已，为全局利益着想的蓝忘机并不介意多一条结婚记录，已婚身份对他的生活并不存在什么影响。只是拿到 P 好的照片，看到那张素未谋面的灿烂笑脸时，他还是恍惚了一下。抱歉，真是为难你了。魏无羡咧嘴一笑，你也盼着我回来的，对吧？确实。蓝忘机点点头。你这个答案有歧义，是盼着我回来结婚，还是离婚呢？魏无羡不怀好意地问。这些天他一直在想，如果早点回来见到蓝忘机，说不定2人会有不同的结局。离婚？啊！魏无羡没想到对方说话这么直接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。